以上是云城项目最终交付结果，项目提前17天完成，预算节省12%，客户追加2期合作意向。南乔姐，这3个月你几乎助公司了，要不是你压着风险，项目早炸了。这次项目副总监肯定是你了。南乔，这次你辛苦了，云城项目能成，你是最大功臣。相伴5年，我一路陪他打拼，这一次，他总该站在我这边了。我刚看完数据，云城项目利润率和客户评分都是今年事业部第1。项目负责人是谁？秦总，项目是我们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，当然，顾总统筹的最好。你呢？沈经理是实际执行负责人，他能力很强，也很顾全大局。不是南乔姐，云城项目不是她做的吗？梦瑶不是刚进项目组没多久？谢谢大家。南乔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顾总说你能力强，机会以后肯定还有。我刚上来，以后还要靠你多帮我呢。恭喜，谢谢南乔姐。你和顾总是一家人吗？他生了，你不也一样好吗？我知道你是来问晋升的。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云城项目从立项到交付，核心方案我写，预算我压，风险我扛，为什么生的是梦瑶？南乔，你别激动，你是我女朋友，如果这次直接提拔你，别人会怎么说？会说我任人唯亲，所以我的功劳就该让出去。梦瑶是外人，她刚来，需要一个机会立住。你是自己人，吃点亏没关系，我以后一定不给你。顾承安，我不是不能吃亏，我只是想问，为什么每次吃亏的人都是我？南乔，你别这么小题大做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的前途不也是我们的前途吗？可这次被牺牲的是我的前途。这不就是你熬夜写的云城项目总结吗？连你那个3级风险闭环模型都原封不动搬过去了，他是复制粘贴没删干净吧？你男朋友把你的职位让给他，现在还让他拿你的成果做晋升材料。沈南乔，你是女朋友还是免费素材库？承安说他怕别人说他任人唯亲。翻译一下，别人不能得罪，你可以；别人要机会你让，别人要功劳你给，因为你是自己人，所以最好欺负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他不是看不见你的委屈，他看见了，但他觉得你会忍。终于准备动手了？我只是先留个证据。这就对了，爱情可以谈，证据也得留。关于2期预算，我们主要采用的是那个动态成本池。动态成本池具体怎么控制艺术风险？南乔，帮他一下，这种场合不能让他下不来台。他是项目副总监。南乔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，团队出了丑，对你也没好处。秦总，这部分我来补充。云城项目2期预算采用3级审批，第1层由项目组控制基础费用，第2层由财务中心做风险预警，第3层由客户节点确定。一旦溢出超过 5%， 系统自动冻结非核心支出。这套机制是你设计的？是。南乔姐，刚才谢谢你啊，我刚接手，细节还没完全熟，你别介意。不熟就去学，别拿别人的成果占自己的台。南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梦瑶刚上任，压力大，你是前辈，帮她一下怎么了？帮他可以，那刚才为什么不说清楚？方案是我做的，你非要在这种小事上计较。升职是小事，署名是小事，成果被拿走也是小事。顾承安，
到底什么才是大事？南乔，你最近状态可不好，别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。沈经理，刚才真正懂项目的人是你吧？是我。以后汇报时，谁做的谁讲。恒越不缺会背 PPT 的人，缺的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人。南乔，秦燕刚来，你别急着站队，小心以后不好收场。南乔来了，快进来。你工作忙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第一次正式过节，总不能空手。听说你在公司也挺能干，女人太能干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婚后还是要顾家，不然男人压力大。姑妈就这样，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嫂子啊，你这个包好贵吧？你们公司女强人是不是都很有钱啊？她以后嫁进顾家，钱不钱的不都是一家人的？程安有本事，南乔也能帮衬，多好。谁让你动我东西的？姑姑，他救我！嫂子，你别跟小孩计较嘛，他才几岁，懂什么？这些东西加起来4万多，你们动我行李毁我东西，至少该道歉。4万多，嫂子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几瓶化妆品而已。这支颜色挺好看，反正都弄乱了，这支送我吧。不送。妈，您看，南表姐把弟弟的玩具弄坏了，弟弟哭好久了。南乔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跟孩子较什么真？东西坏了就坏了，程安又不是赔不起。你以后嫁进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这么计较不合适。一家人就可以翻我行李，一家人就可以毁我东西，一家人就可以不用道歉。南乔，算了，今天过节，别闹得大家不开心。我的东西被毁了，你让我算了。我姑妈就这个脾气，我不好当面跟她翻脸。你是自己人，委屈一下，回头我给你买新的。你总说回头补偿，可每一次现场你都让我先咽下去。南乔，你别把公司那套带到我家，亲戚之间哪有那么多对错？所以在公司，孟瑶是外人，我让；在你家，亲戚是外人，我也让。顾承安，我到底什么时候不用让？还生气？这就是你说的回头补偿。你看到了？如果我没看到呢？你是不是准备一边哄我，一边在你家人面前说我小题大道？南乔，我那是为了缓和关系。我姑妈脾气大，表妹又年轻，我总不能为了几瓶化妆品把大家关系闹僵吧43600，不是几瓶。香水12000，精华8900，粉底2瓶3600，口红6支，3支限量，还有我的行李箱被他们撬坏了拉链。你真要算这么清？是你们先不把我的东西当东西。南乔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很懂事。我工作上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别在家事上也让我难做？所以我懂事，就是我吃亏的时候不说话；我不懂事，就是我让你难做。南乔，昨天的事儿，阿姨也知道你委屈，可一家人过日子就是要互相包容。程安夹在中间也不容易。阿姨，我可以包容，但包容不是让所有损失都由我承担。南乔，别这样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回头买新的给你。你现在走，我妈会很难堪。你妈难堪，你姑妈难堪，你表妹难堪，你朋友难堪，你下属难堪，所以每次都只能我难堪。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？我只是忠于按事实说话。今天公司还有事，孟瑶下午要见云城客户，你跟我一起回去，帮他把材料过一遍。顾承安，我的晋升被他拿走，我的项目总结被他署名，我在你家被委屈了一晚上，你现在让我回去帮他，这是工作，你别把情绪带进去。可以。让孟瑶发正式合作邮件，写清楚需要我支持的内容、时间、责任边界和署名规则，否则不帮。
昨晚怎么样？见家长顺利吗？顺利，顺利让我又明白一件事儿。什么？顾承安不是不会护人，他护他妈、护姑妈、护表妹、护梦瑶、护朋友，他只是从来不护我。恭喜，醒了一半，另一半呢？另一半，等我把账算完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沈南桥。记住，他每次让你吃亏都不是意外，那是他最熟练的管理方式。南桥，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是自己人，你没必要把事情弄得这么难看。既然是自己人，那你先把43600赔我。南乔姐，你看到消息了吗？云城客户下午要开2期推进会，我刚接项目，细节还不太熟。顾总说你最懂，让你帮我把方案顺一下。顾总说，对啊，他说你是自己人，不会跟我计较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自己人也有岗位职责？云城项目副总监现在是你，客户方案、会议推进、风险预案都属于你的职责。我可以协助，但需要你发正式邮件，写明协助内容、截止时间、成果署名和责任边界。南乔姐，就是改个方案而已，用得着这么正式吗？用得着，因为上一次不正式，我的项目总结变成了你的晋升 PPT。南乔，你怎么又为难梦瑶？我只是让她按流程发协作邮件。大家一个团队互相帮忙很正常，你现在非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僵？团队协作正常，拿别人劳动成果不署名不正常。南乔，你今天太过分了。梦瑶刚升上来，你这样当众下她面子，她以后怎么管理团队？她靠我的项目成果升上来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以后怎么管理团队？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梦瑶是外人，她需要机会，你是自己人，帮她一下怎么了？顾承安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每次开口让我吃亏，开头都是这句话。你又来了。昨晚的事情我已经说过会补偿你了，公司里的事你别带私人情绪。那就谈公事。我的方案，1小时2000顾问费。如果你要我今晚8点前交，算加急；如果成果署梦瑶的名，另算买断费。你跟我算钱？你拿我的晋升做人情的时候，算得比我清楚。沈南乔，你别忘了，你还在我部门。我当然没忘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我所有工作都会按流程留痕。顾总，请你也按流程办事。他不帮，你就先拿他以前的方案顶上。嫂子就是横越那个女强人吧？听说项目做得不错，怎么升职升了别人啊？是不是枕边风没吹到位啊？他喝多了，开玩笑。这种玩笑不好笑。嫂子别这么严肃嘛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南乔，别扫兴，他们都是我年朋友，外人面前别让我难看。所以他羞辱我可以，我指出来就是让你难看。你非要这么理解吗？哎呀，嫂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收入高，一个手机不算什么吧？行了，少喝点。赔。什么？你撞坏的，原价11000，维修报价明天发你。现在先加微信。嫂子，这也太计较了吧？南乔，他最近创业压力大，你是自己人，别让外人下不来台。顾承安，你的外人真多，多到我这个自己人每次都要给他们让台阶。您好，本桌一共23600。顾总今天升职前热门人选，这顿你请啊。嫂子年薪也高吧？要不嫂子先垫一下？反正以后你和承安结婚了，不都是一家钱？
第一，我和顾承安还没结婚；第二，就算结婚，我的钱也不是你们的钱；第三，谁提议聚餐谁买单。我没点酒，也没答应请客。南乔，别闹了，一顿饭而已，你至于吗？一顿饭而已，那你买。你今晚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朋友面前，你让我这么没面子。你朋友羞辱我时，你没想过我的面子；你朋友摔坏我手机时，你没想过我的损失；你朋友让我垫饭钱时，你没想过我的感受。现在你付了一顿饭，就觉得自己受了天大委屈。我们是一对，你非要跟我分这么清？是你先把我分成了最好牺牲的那一类。你这不是清单，这是顾承安罪证展览馆。我以前不想算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能什么都计较。可后来我发现，不计较的人只有我。他每次都算得很清楚，算谁能得罪谁不能得罪，算谁会闹谁会忍，最后算出来我最便宜。你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你是他的人情预算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先从工作开始，所有方案、所有邮件、所有会议纪要全部留痕，谁做的谁署名，谁要协作谁发邮件，谁想拿我的东西做人情，就让他留下证据。醒透了？还没有，但我不想继续装睡了。南乔姐这是不忍了，早该这样了。她以前做最多，署名最少。梦瑶这下不能随便拿她东西了。南乔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搞得好像我占你便宜一样。规则不是针对你，如果你没有占便宜，也不会觉得难受。顾总知道吗？这是公司项目规范，不是情理家务。顾总知不知道？都不影响执行。南乔，你解释一下，客户为什么点名要你主讲？因为方案是我做的，前期沟通也是我负责的。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听不懂项目的人复述 PPT。你这是在说梦瑶不懂？他懂不懂？你昨天会议上已经看见了。我让梦瑶升上来是为了团队平衡，你现在一直拆她台，让我怎么管理？顾总，客户点名真实负责人是客户需求，不是我拆台。你把不懂项目的人放到项目副主账位置，才是在拆公司台。沈南乔，你注意你的态度。我的态度很清楚，下午会议我会主讲。会后纪要会抄宗秦总、项目委员会和孟瑶，所有后续责任按实际分工记录。你非要把我架起来？不，我只是把我自己放回该在的位置。云城2期最大风险不在技术落地，而在3类数据孤岛。如果继续按原流程推进，客户服务端会出现重复录入，成本看似降低，实际会转嫁到后期维护。沈经理，我们上次内部会讨论过，你提到的第3类数据独角，正是我们目前最担心的问题。2期推进，我们希望仍有你作为核心对接人。项目副总监孟瑶，你对这个风险模型怎么看？我认为南乔姐刚才说的很全面，我后续会配合她。南乔姐，你今天一定要让我难堪吗？
梦瑶，没人逼你接这个位置，你既然接了，就该承担。你不能拿我的成果升职，再要求我替你遮丑。可顾总说你会帮我的，那你找顾总帮你。沈经理，下午的会议纪要单独发我一份。还有，你主导云城项目的全部原始材料也整理一份。彭越晋升看贡献，不看谁会让谁。如果一个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和职位负责人长期不一致，那就是管理问题。南乔姐在毕，云城项目今年利润第一，客户点名要她，她怎么可能毕？这评价一看就是顾总写的吧？南乔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顾总应该不是针对你，你最近确实有点不太配合团队安排。团队安排，指的是你拿我的方案署你的名，还是客户点名让我主讲？你却说我拆你台。南乔姐，你非要这样说吗？顾总也是为了团队稳定。我以前也以为稳定很重要，后来才发现，你们所谓的稳定，就是让我别说话。南乔姐，你真要闹到 HR？ 不是闹，是按制度办。南乔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给了你一个 B， 又没给你 C， 已经给你留余地了。我云城项目利润率事业部第一，客户满意度98%，2期追加合作是我谈下来的。你给我 B， 理由是不配合梦瑶。管理不是只看数据，你能力强，但最近太锋芒突，你让梦瑶下不来台，也让我很难管理。所以绩效不是评价工作，是评价我有没有继续替你做人情。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，我们是情侣，我不可能害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别这么咄咄逼人。我争取自己的绩效叫咄咄逼人，你拿我的功劳提拔别人叫团队平衡。顾晨安，你这套词儿真熟练。你非要复合是不是？是。复合会上你让我难堪，后果你自己想清楚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以前怕你难堪，所以我难堪。现在我不怕了。沈经理，绩效评分确实存在主管的主观评价空间。如果只是情侣之间沟通不畅，我建议你们私下处理。这不是情侣问题，这是绩效失实，这是我的工作结果，这是顾承安给我低绩效的理由，请 HR 判断他们是否匹配。沈经理，这些材料我们会正式受理，复函会明天上午举行，顾总、孟瑶以及项目委员会代表都需要到场。谢谢。秦总刚刚也看到了你的复核申请，他要求旁听。今天复核沈南桥经理季度绩效，原评级 B， 申请人认为评级与实际贡献不符。我承认沈南桥能力不错，但他近期团队配合度明显下降，拒绝协助新任项目副总监越级联系客户，在团队内造成负面影响。作为直接主管，我认为 B 是合理评价。南乔姐最近确实比较强势，我只是想请她帮忙熟悉项目，她就要求我写邮件、写署名规则，大家一个团队，这样很伤感情。沈经理，你回应。第一，我没有拒绝协助，我要求的是正式合作流程。第二，客户点名我主讲，不是我越级联系，这是客户邮件原文。第三，孟瑶使用我的项目总结做晋升 PPT， 未署我名。第四，顾总没有就项目协助发出任何事工作指令，他只有一句聊天记录。这是私人聊天，不该拿到会上。当私人聊天被用来安排工作、转移成果、压低绩效，它就不是私人聊天。云城客户满意度98%，2期合同追加额度3000万，客户方指定沈南桥为核心对接人。顾总，这样的结果，评级 B。秦总，管理要看整体。沈南桥能力强，但他不愿意服新人。孟瑶刚升职，需要团队支持。新人需要成长，不等于可以拿别人的成果当台阶。
扶新人是管理者职责，不是让被压低职级的人继续无偿兜底。从材料看，沈经理本季度产出远超 B 级标准。原评分依据中，团队配合度低，缺乏事实支撑，反而存在主管评分主观偏差风险。我不是故意占男主姐功劳，顾总说项目是团队的，没必要分这么清。团队成果可以共享，但贡献不能抹掉。你不懂项目却拿职位，我可以忍一次。你拿我的东西还要我闭嘴，我不忍。经复核，沈南秋经理本季度绩效调整为 A+，同时项目委员会将重新核查云城项目成果署名及晋升材料真实性。HR 这是要否定我的管理判断？不是否定判断，是纠正失真。顾总，管理者可以培养新人，但不能用牺牲老员工的方式做平衡。我满意了，你当着秦燕和 HR 的面让我下不来台。我只是把事实拿出来，如果事实让你下不来台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南乔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也不是 A+ 被你评成 B 的人，是你先变。南乔，年度优秀这个名额，你退一下。理由？周凯今年也不容易，他手里带着2个小组，资历也老。你刚刚绩效复核拿了 A+，风头已经够了。你是自己人，别跟外人争这些虚名。年度优秀有奖金，有晋升加分，也有集团人才池资格，这叫虚名。你非要这么功利吗？我不是不让你优秀，只是你已经很强了，不差这一次。周凯那边，我还需要稳住。所以你又要拿我的机会稳住别人。南乔，做人不能只看自己。你未来跟我结婚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在公司位置稳，对你也有好处。我不退出，年度优秀按规则评。沈南乔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。我懂事的时候什么都没剩下，现在我想懂规则。我今年主要负责团队稳定、跨组合作和内部氛围建设。虽然项目数据不是最高，但团队凝聚力很强。周凯资历老，任劳任怨。我认为年度优秀不能只看短期数据，也要看团队贡献。沈经理，你的材料呢？云城项目利润率事业部第一，客户满意追加合同3000万，项目组离职率为0，客户书面表扬3封。我不否认团队氛围重要，但年度优秀首先应该奖励创造真实价值的人。如果结果可以让位给人情，那么以后认真做事的人只会越来越少。南乔，你这话太绝对，管理需要平衡，平衡不等于平均，更不等于把成绩最好的人按下去。南乔姐，恭喜！你现在什么都要争，确实挺厉害的。争的是我该得的，你也可以争，前提是东西真是你做的。你一定要赢得这么难看吗？周凯以后怎么想？团队以后怎么想？你让我这个总经理怎么平衡？你所谓的平衡，就是让我输，我不输了，你就不会平衡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，你以前会体谅我。我体谅你5年，我的晋升没了，我的绩效差点没了，我的项目署名也差点没了。顾承安，你还想让我体谅到什么时候？从今天起，工作上别再拿感情压我。承安，你姑妈说南乔让表妹赔化妆品钱，她怎么这么不给？南乔，你今天在公司让我下不来台，回头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你让表妹赔化妆品钱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按规则工作，按价值评绩效，按损失赔偿，很难理解吗？一家人哪有这么算的？我表妹刚毕业没几个钱，你让她赔4万多，她以后怎么看你？她拿我的口红时，没有想过我怎么看她；她回我东西时，没有想过我损失多少。你在亲戚群里说我小题大做时，也没有想过我怎么看你。我那是为了缓和关系，你非要把所有事都摊开，大家都难堪。我没拿到晋升时，你说我吃点亏；我的方案被梦雅署名时，
你说我帮一下新人；我化妆品被毁时，你说我别计较；你朋友羞辱我时，你说我别扫兴。顾承安，到底是谁一直让我难堪？这是你口中的小事，1件2件我忍，3件4件我也忍。可你每一次都让我忍，因为你知道我爱你，所以你敢。南乔，我不是故意伤害你，我只是夹在中间，公司、亲戚、朋友、下属，每边都要顾。可你从来没有顾。你不是不会保护人，你会保护梦瑶的面子，保护周凯的机会，保护你姑妈的情绪，保护你朋友的台阶。只是轮到我，你就说我是自己人。我以后改。这次年度优秀我也不跟你争了，化妆品我陪你，啊？你别再跟我闹了，好不好？顾承安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闹？我要的不是你哄我，我要的是你尊重我。沈经理，集团晋升池名单出来了，你凭 A 加绩效和年度优秀进入事业部总经理竞炮预备名单，下周开始提交竞炮材料。你以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，是太习惯把功劳让出去。如果你还想继续当垫脚石，就别报名；如果想往上走，就把你的数据拿出来。我报名。你报名事业部总经理竞聘，南乔，那个位置我也要争，我们是情侣，你跟我争，不怕别人笑话？你把我的机会让给梦瑶时，怎么不怕我被笑话？这次各凭本事。沈南乔，你不是要争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准备了什么。终于动手了。你故意把文件放桌面上的？顾承安知道我要竞聘，梦瑶又怕我上去以后查他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提前看我的材料。所以那个钟摆是假的？不完全假，框架是真的，数据有标记，每一页都有隐藏水印。如果他们直接用，现场就能查出来。你这不是竞聘资料，这是鱼饵。以前我总觉得感情里不用防这么多，可顾承安一次次让我吃亏，我不防就是继续把刀递给他们。南乔，你想清楚了吗？这件事一旦撕开，你和顾承安就真的回不去了。他把我的晋升让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只是我那时候还不肯承认。顾总，我拿到了南乔姐的竞聘资料，挺完整的。你要是用这套框架，肯定比她更有优势。谁让你拿的？不是您说让我多关注她准备什么吗？我只是看看，不是用。顾总，您和南乔姐不是自己人吗？她的思路帮帮您也没什么吧？这套方案确实比我现在准备的成熟，那就拿来用。
反正您生了，对南乔姐也是好事，她总不能真跟您计较。我对新事业部的规划分为3阶段：第一，重构客户分层；第二，建立风险闭环；第三，推进青石桥客户池复用。顾总，青石桥客户池去年已经撤销，你为什么还把它列为核心复用模块？这个是基于历史客户资产的延展考虑。可它已经没有可延展资产，这部分数据你从哪里来的？沈经理，你也准备了竞聘材料，你怎么看？青石桥客户池是我放在测试文件里的标记，真实竞聘稿里没有这一项。南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的竞聘稿里出现了我测试文件的隐藏水印，而这份测试稿昨晚被孟瑶从我电脑拷走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帮顾总看看南小姐的方向，我没想到顾总会直接用。孟瑶，你胡说什么？顾总，不是您说南乔姐太强势，让我留意她的竞聘材料吗？您还说她是自己人，不会真计较。看来这已经不是竞聘预审问题，这是内部资料违规获取以及管理者诚信问题。你早就知道，你故意设局让我出丑。我只是保护自己的材料，偷的人不是我，用的人也不是我。你一定要把事情闹这么大吗？我只是参考一下你的框架。我们是情侣，你帮我一次怎么了？你拿我的晋升送人情，拿我的项目给孟瑶，现在连我的竞聘稿里都要拿去用。顾承安，你到底把我当女朋友，还是当你的素材库？你以前说我是自己人，吃点亏没关系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人也会疼？顾承安竞聘资格暂缓，孟瑶停职配合调查。孟瑶，请你说明昨晚拷贝沈南娇电脑资料的经过。我承认，我考了，但我是按照顾总意思做的。顾总说沈南娇要和他竞聘同一个岗位，必须提前知道他准备了什么。他说他们是自己人，不会有大问题。孟瑶，话不要乱说。我让你关注竞聘方向，不是让你偷资料。可您看完之后直接复制了，还让我帮你改成您的口吻。现在出事了，您不能都推给我啊！沈经理，你有什么补充？昨晚孟瑶拷贝的是测试稿，这份测试稿不涉及商业机密，但属于我的竞聘准备材料。我保留访问记录、水印记录、文件创建记录。另外，顾总竞聘 PPT 中共有19页与测试稿高度一致。这不属于正常借鉴，这是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竞聘材料。秦总，我承认流程上有瑕疵，但竞聘本质上都是基于事业部现有业务，战略框架相似，也不能说明我故意抄袭。相似不稀奇，连错误数据、撤销客户处、隐藏水印都相同，就不是相似。顾总，你是事业部总经理，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成果归属和管理诚信的重要性。孟瑶停职调查，顾承安竞聘资格暂缓，同时公司会复查过去1年你分管部门的人事晋升、绩效评定、项目署名。秦总，这没必要啊！很有必要，因为这不是第一次，低绩效一次，成果署名一次，晋升材料一次，现在竞聘稿又一次。顾总，你所谓的团队管理似乎总在牺牲同一个人。南乔，我们谈谈。如果谈调查结果，明天公司会通知；如果谈感情，我今天很累。我承认，我这次做错了，但你也没必要把我逼到这个地步。我只是太想赢了。我们都快结婚了，我升上去，不也是为了我们以后？你所谓的我们以后，是让我把现在交给你，把功劳交给你，把机会交给你，把委屈也交给你处理，可你从来没有处理过。南乔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机会不是没有给过，只是每一次你都拿它去换别人的好感。顾承安，我不想再当你的自己人了。海城项目早在2个月前就出现风险预警，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？当时项目组判断风险可控。项目组判断
可系统里唯一提交风险分析的人是沈南桥，他当时提出暂停扩张，重新测算成本，你驳回了。驳回理由是沈南桥不够配合团队扩张战略。顾总，这个理由很熟悉。顾承安，海城项目暂停，你暂时退出核心业务管理，等审查结果。有事儿？南桥，我完了，海城项目被停，我竞聘资格暂缓，梦瑶也把我咬出来了。你帮我跟秦岩说句话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以后一定补偿你。我不会帮你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会帮你遮掩，也不会替你求情。公司怎么查就怎么查，你该担什么责任就担什么责任。我们5年感情，你非要这么绝情？5年感情里，我帮你写过多少方案，替你救过多少客户，替你评过多少风险。顾承安，我不是没有帮过你，我是帮的太多了，才把你帮成了今天这样。南桥，你什么意思？分手。就因为工作上的事，你要跟我分手？不是因为工作，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让我吃亏。公司里你让我让梦瑶，家里你让我让亲戚，朋友面前你让我让外人，现在你出事了，又让我让原则。我是真的爱你。爱不是每一次都让我受委屈，爱不是你一边牺牲我一边说以后补偿。顾承安，你不是不会保护人，你只是从来没把我放在需要保护的位置。戒指还你，以后我不是你的自己人，你也别再拿自己人这3个字来压我。走吧。刚分手，明天就竞聘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得撑。顾承安不会因为我难过就少压我一次，我也不能因为他难过就把位置让出去。这话对，不过他今天肯定会找你。南桥，是我只说几句话。明天的竞聘，你能不能先退出？我现在被暂停资格，但还有机会申诉。你要是赢了，我就彻底没机会了。顾承安，你不是被我挡了路，是你自己偷资料、压绩效、用人不当，把路走窄了。我们5年感情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？我念过，所以晋升被让我忍了，化妆品被毁我忍了，朋友局被羞辱我也忍了。顾承安，我念旧情的时候，你只觉得我好用。明天竞聘，各凭本事。我竞聘新事业部总经理，不讲口号，只讲3件事：第一，客户复购；第2，项目利润；第3，人才留存。过去1年，我做过最多的不是救火，是替不合理管理补洞。新事业部不该靠某个人无休止兜底，而要靠清晰规则运转。你说的清晰规则具体是什么？项目署名透明，客户归属透明，跨部门合作留记，绩效复核有据。新人培养不能以牺牲老员工成果为代价。你不担心这样会影响团队人情？真正稳定的团队不靠人情遮羞，靠规则让做事的人安心。如果一个团队只能靠压下最能干的人来维持平衡，那不是管理，是消耗。沈经理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以前我以为顾全大局就是让自己受委屈，现在我知道，真正的大局是别让规则受委屈。答得不错，只是不错。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不提前夸人。秦总，我有件事想提前说明，顾承安的调查我不会插手，但我也不想因为我们曾经的关系被认我在报复他。公司看证据，不是看你们谈没谈过恋爱。顾承安的问题是管理问题，不是感情问题。沈南桥，别把自己放在被审判的位置，你这一路拿出来的是数据，不是眼泪，这就是你的底气。南桥姐，恭喜！这次真是靠实力上去的。早该是你了。
真的生了。沈总，恭喜。谢谢。今天指定3件事：第一，项目贡献留痕，所有方案、客户沟通、风险预警都必须进入系统，谁做的谁署名。第二，跨部门协作走流程，任何人不得用私交、上下级压力要求员工无偿替别人兜底。第三，绩效复核透明，主管评价必须与事实数据匹配。沈总，那以后新人犯错是不是也不能让老人背？不能，老人可以带新人，但培养不是背锅，帮助不是献祭。那要是有领导用一句“都是自己人压我们”呢？公司里的自己人不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人，是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。顾总，集团对你分管部门过去1年的人事调整、绩效评定和项目署名进行专项复查，请你配合提交相关材料。我都已经被暂缓竞配了，还要继续查？是，目前发现的问题不只涉及竞配材料，梦瑶晋升、沈南桥绩效、周凯年度推荐，还有海城项目风险驳回，都需要说明。这些都是正常管理判断。那就请你拿出正常管理的依据。沈南桥，你非要把我逼到这一步？程安，我听说南桥升了总经理，他都升了，怎么不帮你说句话？你们不是快结婚了吗？妈，我们分手了。分手？他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去找他。我们找沈南桥，她是我们顾家的准儿媳。我要见沈南桥。她跟我儿子谈了5年，不能说分手就分手。现在她升了总经理，更该帮程安渡过难关。女士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一家人见面还要预约？你们公司规矩这么大呀？南桥，阿姨知道你和程安闹别扭，可情侣哪有不吵架的？你现在升职了，有能力了，更该拉程安一把。你们以后是一家人，他好了不就是你好？我们已经分手，我不是顾家人，也没有义务替顾程安的管理问题求情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冷血？程安以前对你多好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没嫁进去时，我们顾家就拿你当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这是来还我东西的。几瓶化妆品的事儿，你还记着？43600，我当然记得。南桥，你叫律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就是家里人聊聊。既然是家里人，先把账结了也不伤感情。你这也太夸张了，一家人哪有这么算的？南桥，程安现在已经够难了，你不帮他也就算了，还要逼我们赔钱。顾阿姨，他难是因为他做错了，不是因为我不再替他兜底。说到底，你就是升职了，看不上我们顾家了。不，是我终于看清了顾家怎么对待自己人。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他现在一点情分都不讲，还让我们赔钱。南桥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非要把我家人也扯进来？不是我扯，是他们来找我，也是你当初把我的损失推给家人之间，别计较。我妈年纪大了，你让她难堪干什么？又来了，你妈不能难堪，你姑娘不能难堪，你朋友不能难堪，梦瑶不能难堪，所以难堪的永远该是顾程安，我已经不是你女朋友了，你再让我吃亏，没有机场了。
顾总，再不给解决方案，我们正式解除合同并索赔。顾总，客户要求3天内给整改方案，不然他们就解除合同。预算超支、交付延期、客户投诉，全都压在我们这边。你之前不是说能稳住吗？以前这种风险预案都是沈南桥做，他走流程很细，连客户可能翻脸的节点都能提前标出来。我们手里没有完整模板，没有他就不能干活了。顾总，有预约吗？南桥，我知道你还生气，但海城项目真出事儿了，客户要解约索赔，你最了解这类危机处理，你帮我一次。可以。跨部门专项顾问支持，请你发正式申请，写清楚问题范围、支持时长、成果署名、责任边界，顾问费用按公司内部协作标准走，会议全程留记。你一定要这么公事公办。是。我们之间就真的只剩流程了。以前没有流程，所以我的方案变成梦瑶的，我的计较变成 B， 我的委屈变成小题大做。顾承安，流程不是冷漠，流程是保护我不再被你占便宜。想救项目就按流程来。顾总 ，HR 找我谈了，他们说我停职期间不能接触云城项目。顾总，你能帮我说句话？我现在帮不了你。顾总，当初是你让我拿南乔姐的资料，你现在不能不管我。梦瑶，你别乱说。顾总，您不是说外人更需要机会吗？现在外人当然也要自保。沈总，这责任栏是不是写错了？海城项目之前一直是顾总负责，怎么最终整改结果让您承担？没写错，他习惯了，活让我做，功劳他拿，出了事我背。沈南桥，你什么意思？海城客户等着整改方案，你现在还卡流程？我卡的不是流程，是你想把责任塞给我的手。非要这么咬字眼，项目真黄了，公司也有损失。所以更要写清楚，我可以做顾问，提供整改建议，但海城项目的历史决策、预算超支、客户投诉、风险驳回都由原负责人承担，也就是你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合作的。以前我替你兜底，现在我只按制度工作。顾总，客户那边已经催第3遍了，他们说今天下午5点前看不到有效方案，就启动解约程序。沈南桥就是故意的，他明知道只有他能救这个项目，还非逼我低头。可他说的也没错，海城项目之前的风险预警是您驳回的，如果让他负责最终结果，秦总那边肯定也不会认。你也帮他说话？不是帮他，是客户不等人。这4个字刺得眼睛疼。南桥，帮我一下。以前只要一句话，他就会把所有烂摊子收拾干净，可现在他不接了。会议全程录音，方案版本留档，客户承诺必须书面确认，任何口头要求不作为交付依据。你现在真是一点信任都不给我。信任是被你用完的，流程是被你逼出来的。海城项目我旁听，沈南桥以顾问身份参与，不接管项目责任。顾承安，你还是项目原负责人。下午客户会，沈南桥主讲整改方案，你负责解释前期失误。
顾总，今天我们只听沈总的方案，你可以旁听。各位，海城项目确实遇到了一些阶段性问题，但我们团队客套话不用说了，你们前面给过3版说明，没有1版能解决问题。今天我们听沈总讲。海城项目目前有3个核心问题：第一，非核心模块扩张过快，导致预算超支；第二，客户侧数据迁移没有分阶段验收，造成投诉集中爆发；第三，前期风险预警被驳回，整改窗口被错过。你说的补偿服务写进协议吗？写，所有调整进入补充协议，责任、周期、验收标准全部落纸面，这才像解决问题。其实前期团队也是考虑到客户增长需求才做了模块扩张，我们出发点是好的。出发点好，不代表结果不用负责。客户要的是可交付方案，不是管理者的自我安慰。沈总说的对，我们不关心你们内部谁难做，我们只关心项目能不能救。我建议今天确认3项内容：一、恒越承认前期管理失误；二、双方确认新交付周期；三、客户保留对原损失追责权，但暂停解约程序。可以，但后续沟通，我们希望由沈总主导。沈总只是顾问，海城还是我。我是顾问，后续我只参与书面确认范围内的整改评审，项目负责人仍是顾总。客户需要清楚，谁负责历史问题，谁负责整改建议。这个边界必须清楚。你今天非要当着客户说我前期管理失误？难道不是？你可以私下提醒我，你这样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客户？以前我私下提醒过，海城第1次风险预警，我提醒过；预算超支前，我提醒过；客户投诉集中前，我也提醒过。是你说我不配合团队扩张，顾承安，项目不是人情，客户也不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你不能一句给我面子就让风险消失。顾总，你需要解释的不只是项目亏损。顾总，你多次驳回专业风险意见，同时又在绩效中评价沈南桥不配合团队。现在事实证明，他的预警是正确的。当时我也是为了项目推进。项目推进不是无视风险。现在客户暂前解约，但追责没有取消。集团要扣减你本季度管理评分。你暂时退出海城项目负责人岗位，后续只保留协调权限，不再拥有最终决策权。程安，听说你最近有点麻烦，兄弟手里有个项目，你帮我介绍进恒越呗。反正你之前也是总经理，这点事儿不难吧？现在公司审查严，所有合作都要走招采流程。大家兄弟一场，你跟我们讲流程，自己人吃点亏，帮外人一次怎么了？还有上回去吃饭，你让嫂子那么难堪，现在她生了，你也不帮兄弟说话，你不会真被他压住了吧？别提他。行，不提。今晚这顿你买吧，兄弟最近资金紧张，你当自己人，吃点亏没事。怎么了？承安啊，你表妹今天开你车出去，不小心蹭了一下。不是蹭了一下，是撞了护栏。修理厂说要8万多。8万？你那么大反应干什么？你表妹刚毕业，哪有钱赔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吃点亏怎么了？几瓶而已，你委屈一下。你是自己人，委屈一下。承安，别跟你姑妈闹僵，亲戚之间哪有那么多对错？你以前劝南桥的时候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？那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南桥那些化妆品，你让他别计较。现在你表妹撞了车，你就计较了？承安，做人不能双标。行啦，都是一家人。承安，你表妹也不是故意的，车修就修吧。你现在事业不顺，更不能把亲戚都得罪了。所以我也得委屈一下，也得吃点亏，也得别让外人难堪。哥，我以后会还你的。
你这套规则比我预想中落地的更快。因为团队不怕规则，怕的是规则只管弱者，不管管理者。沈总，之前跨部门合作那边想让我们临时加班支援，但没写任务边界，我按您要求让他们发正式申请了。做得对，帮忙可以，但不能糊里糊涂帮。每个人的时间和成果都该被尊重。沈总，以前没人这么说，以前只要领导一句都是自己人，我们就得加班到半夜。以后在我这里，自己人不是最容易被牺牲的人，是最应该被保护的人。南桥，阿姨知道以前有些事委屈你了，可程安现在真的很难，你能不能看在5年感情上，帮他说句话？顾阿姨，你们是他的家人，你们可以帮他。我们哪有那个能力？那就陪他一起承担。你们不是最爱说一家人要互相包容吗？现在轮到你们做他的自己人了。南桥，我妈只是想帮我。以前我也只是想帮你，可你把我的帮忙当成理所当然，现在我不帮了，你才觉得我冷血。你已经是事业部总经理了，副总竞聘，你还要跟我争？集团公开竞聘，谁符合条件，谁都可以报名。我现在已经被停了海城项目，又被审查。你明知道这个副总机会对我多重要。我也知道，当初项目副总监机会对我很重要，你照样让给了孟瑶。南桥，程安是男人，他事业不能垮。你现在已经升了总经理，女人做到这一步也够体面了。副总这个机会你就让给程安吧，以后他好了也不会亏待你。阿姨，我以前听过很多次以后不会亏待你，可每一次都是我先被亏待。我们毕竟在一起5年，你真要在所有人面前把我逼到无路可走？不是我逼你，是你以前每一次牺牲别人、压低别人、偷拿别人成果的时候，都在给自己堵路。我承认我有错，可你不能因为我错过就彻底否定我。顾程安，我没有否定你，我只是终于不再成全你。顾程安找你了。让我退出。他怎么不说自己退出？这人真是把你让我刻进骨子里了。以前我以为让一次能换来他的珍惜，后来才发现让一次他就会觉得还能让第2次。所以这次呢？这次不让了。你手里还有没有沈南桥过去项目署名问题的材料？顾总，您现在还想让我帮您对？我愿意补充说明。孟瑶，你确定要补充材料？我确定。我承认，我拿过沈南桥的资料，也承认我占了他项目副总监的位置。可这些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成的。顾总一直说，南乔姐是自己人，不会真的计较。他说我站稳了，对团队有好处。他说沈南乔能力强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所以你现在是为了自保？是，但我说的是实话。实话不等于免责，你该承担的，公司会处理。不过这些材料会进入顾承安管理审查。我明白。其实，我以前也觉得沈南乔太计较，直到顾总昨天让我继续找他黑料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真护我，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挡在他前面。顾总，集团需要你补充说明孟瑶晋升材料真实性，还有你对沈南乔绩效评价、人事推荐、竞聘资料使用的决策依据。孟瑶又说什么了？他提交了新的聊天记录和文件批注，
其中多处显示你明知沈南桥是云城项目实际负责人，却仍将核心成果写入梦瑶晋升材料。梦瑶这是推卸责任，她自己能力不足，现在想把锅甩给我。顾总，是否甩锅不由情绪判断，由证据判断。另外，集团提醒你，副总竞配期间，如果继续试图收集传播其他候选人非公开负面材料，将直接取消竞配资格。梦瑶补充材料，公司已经收到。顾承安的问题比之前更清楚了。这会不会影响副总竞配？会，但不是你造成的，你不用替他的问题感到负担。我以前总怕自己赢了他会难堪，现在想想，我怕了太久，怕被说太强势，怕被说不体谅，怕被说不顾感情，怕别人觉得我赢了男朋友是我不懂分寸。沈南桥，能力不需要给亲密关系让步，更不需要给一个伤害过你的人让步。我知道了。沈南桥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南桥，你还记得这里吗？5年前我就在这里跟你表白，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可你说愿意陪我一起往上走。我记得，我也记得后来很多次，我陪你往上走，你却让我站在原地等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是人都会犯错。5年感情难道抵不过一次副总竞聘？不是一次竞聘，是很多次选择，每一次你都选了别人，留下我吃亏。只要你退出竞聘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保证，以后公司里、家里、朋友面前我都护着你。等我升上去，我们就结婚，到时候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顾承安，你还是没变。你所谓重新开始，第一步还是让我退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现在太需要这个机会。你已经证明自己了，你是事业部总经理，是年度优秀，是集团重点培养对象。你少这一次不会怎么样，可我少这一次就真的完了。你知道这句话最可怕的地方吗？你永远觉得我少一次没关系，我少一次晋升没关系，少一次署名没关系，少一次绩效没关系，少一次尊严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觉得我能扛。南桥，我是真的爱你。你爱的是那个能扛、能忍、能替你兜底的沈南桥，不是现在这个会争、会拒绝、会往上走的我。明天竞聘，我不会退出，你也可以好好答辩。这一次，不谈感情，只看结果。沈南桥，你要是真赢了我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顾承安，我们早就完了，只是你现在才发现，我不再替你保留体面。我在恒越多年，熟悉各方关系。集团副总需要的不只是数据，更是平衡能力。我能够稳住老团队，也能协调复杂利益。顾总，你说平衡，请解释海城项目中你为何驳回沈南桥的风险预警？当时我考虑的是项目推进速度，结果是预算超支、客户投诉、险些节约，这也是平衡。我今天不讲人情，只讲管理者该如何减少人情对规则的侵蚀。管理不是让最懂事的人让步，管理是让做事的人被看见，让犯错的人担责任。沈南桥，你这项制度针对性很强，你不担心被认为是在影射旧事？我不担心，因为制度本来就来自问题。如果一个问题长期存在，却没人敢写进规则，那它就会继续伤害做事的人。具体怎么落地？第一，项目成果必须对应贡献记录；第二，跨部门支持必须有边界和署名；第三，主管压低员工绩效需要数据支撑；第四，重大风险预警被驳回，驳回人承担决策责任；第五，任何人不宜以私人关系要求员工牺牲职业权益。你满意了？把材料交给 HR， 你以为自己就干净了？我不干净，我也没说自己无辜。可顾总，我只是学了您那套，出了事先让自己人吃苦。以前您让我吃沈南桥的成果，现在我被调查，您又让我一个人顶。
您不是总说外人更需要机会吗？那外人当然也先保自己。沈南桥至少敢认自己做过什么，您呢？到现在还觉得是别人害您。沈南桥，如果你成为集团副总，第一件事做什么？建立集团级项目贡献与风险责任系统，让所有项目不再靠人情背锅，让每一个真正创造价值的人都有名字。顾承安，如果你成为集团副总，如何重建你在管理审查后的信任？我会重新梳理管理机制，也会反思过去用人方式。反思不是方案，集团副总需要的是可操性的管理能力。南桥，如果结果是你，我认。但我想知道，你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？难过过，在你第一次让我吃亏的时候，在你第二次让我忍的时候，在你每一次说你是自己人的时候，现在不难过了。集团副总竞聘结果即将公布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经集团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，新任集团运营副总为沈南桥。谢谢各位，我会对结果负责，也会对制度负责。从今天起，新事业部和云城项目体系全部纳入你分管范围。另外，海城项目审查继续推进。秦总，竞聘已经结束了，海城项目不是已经暂缓解约了吗？还要继续查？客户暂缓解约不代表管理责任消失，你过去1年的人事、绩效、项目署名和风险决策都需要复查。这就是你想要的？我想要的是公平，不是你输。可你赢了。我赢的是竞聘，你输的是你自己做过的事。沈南桥，你满意了？我被暂缓竞聘，被审查，被客户追责，现在你还踩着我坐上副总的位置，你是不是终于满意了？我没有踩你，我只是没有再给你垫脚。以前你升职需要我熬夜写方案，你做人情需要我让功劳，你保团队需要我被压绩效，你顾全亲戚朋友需要我受委屈。你所谓的路，很多时候都是踩着我走出来的。我们在一起5年，你非要把感情算得这么难听？难听的不是我账，是这账本来就难看。顾承安，以后你想往上走，别再找一个人替你吃亏了。顾承安，你现在不该私下找我。我明天就要听证了，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公司认定我管理违规，我总经理位置都保不住。那就配合调查。你说的真轻松。沈南桥，我这些年也帮过你。你刚进公司时是我带你熟悉业务，你第一次见大客户是我给你机会。你现在真能眼睁睁看着我被毁？你给过我机会，所以我努力做出了结果。可后来，你把我的结果一次次送给别人。顾承安，你不能用过去一点恩情抵消后面所有伤害。我只求你明天不要提交补充材料，不要在听证会上再说那些事，就当看在5年感情上，让我一次。让我一次。当初我的项目副总监机会被你让给孟瑶，你说我是自己人，吃点亏没关系。我的化妆品被你亲戚毁了，你说我是自己人，委屈一下。你朋友羞辱我，摔坏我手机，你说我是自己人，别让外人下不来台。现在轮到你了，顾承安，你也是自己人，这次你吃点亏没关系。你故意的，你就是想报复我。不，
我只是把你教我的道理还给你。可我是男人，事业毁了，我以后怎么办？我爸妈怎么看我？亲戚怎么看我？公司怎么看我？你终于知道，被人一句话牺牲掉前途和体面是什么感觉了。南乔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你帮我这一次，我们还能重新开始。你不是后悔让我受委屈，你是后悔我现在不再替你兜底。你不是想重新开始，你是想回到那个我会继续让步的时候。沈南乔，如果明天我真的被处分，就再也别想回头了。我早就不回头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外部客户也在？海城项目损失涉及客户权益，客户有权说明事实。今日听证涉及4项内容：第一，沈南乔绩效评级失实；第二，孟瑶晋升材料虚假；第三，顾成明未经授权使用候选人竞跑资料；第四，海城项目风险预警被不合理驳回。这些都是管理判断，不能因为结果不好就倒推我有问题。所以今天看证据。我承认，我占用了沈南乔的成果，但晋升材料里那些云城项目核心贡献是顾总让我写进去的。他说南乔姐是自己人，不会计较。他说我要先立住，团队才好平衡。孟瑶，你这是为了自保胡说！顾总，这是您亲手批的。年度优秀推荐那次，顾总私下找我说南乔已经拿了 A+，不该再争年度优秀。他说这个名额给我是为了稳住老员工。但我自己的项目数据确实不如沈南乔。周凯，你当时也接受了推荐。是，所以我也有问题。但事实就是事实。海城项目里，沈南乔曾经3次提交风险预警，第1次提醒预算失控，第2次提醒数据迁移风险，第3次建议暂停扩张，顾总全部驳回。后来问题全部爆发。当时项目节奏不能停。顾承安，你所谓不能停，是不能停下你想证明自己的速度。你不想听风险，也不想听不利于你升职的声音，所以谁提醒你，谁就是不配合。请顾承安说明，为什么多次将不同员工的贡献重新分配给非实际贡献者？我是为了团队稳定。团队稳定，不是把一个人的成果拆碎，拿去喂给所有人。你赢了。所有人都站在你那边了。他们不是站在我身边，他们站在证据这边。如果当初我没有把项目副总事长给孟瑶，我们会不会不走到今天？也许不会这么快，但只要你还是觉得我该吃亏，迟早会走到今天。经听证，顾承安存在管理失当、绩效评价失实、晋升材料把关失责、重大项目风险决策不当等问题。即日起免去事业部总经理职务，调离核心业务线，等待进一步处理。承安，8万修车钱，你先垫一下，都是自己人嘛。承安，你表妹妹刚毕业，没钱，这修车钱你先垫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吃点亏没关系。我现在没那么多钱。你以前不是总经理吗？再说了，你是哥哥，帮妹不是应该的。承安，你姑妈就这一个女儿，别把关系闹僵，亲戚之间哪能这么算？原来这句话真这么刺耳。哥，我以后会还你的。以前我就是这么对南乔的，难怪他不要我了。沈总，这是您要求的项目贡献留痕系统试运行方案，我们已经选了3个项目先试点，大家反馈都好。申诉保护机制加进去，员工提交贡献争议后，直属主管不得单方面下调绩效，跨部门合作也一样，谁使用成果，谁必须确认署名。明白。你这套制度会得罪一批习惯做人情的管理者，那就让他们不舒服。以前不舒服的是被牺牲的人，现在该轮到拿别人做人情的人不舒服了。沈副总，
上任第一天就这么锋利？不是锋利，是我终于知道温和不能没有边界。从今天起，集团推行3项新制度：第一，项目贡献留痕；第二，重大风险驳回责任制；第三，绩效复核保护机制。沈总，这会不会增加管理成本？会，但混乱的人情成本更高。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被压下去，公司损失的不只是一个岗位，是信任，是效率，也是未来。如果员工利用制度争功怎么办？那就看证据。制度保护贡献，不保护谎言。过去很多人喜欢说都是自己人，吃点亏没关系。可公司不是靠让自己人吃亏运转的，公司应该让值得信任的人更有底气留下来。南桥，你来了。你说最后见一面，我来了。说吧。我今天被免职了，调离核心业务线，海城项目后续不再由我负责。我知道，我些都是该承担的。我今天不是来让你帮我求清单的，我只是想问一句，这5年对你来说，真的一点都不剩了吗？剩，所以我才来了。但剩下的不是爱，是我要亲口跟过去做个了断。南桥，我承认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的晋升机会给孟瑶，不该让你替我做人情，不该在我家人朋友面前委屈你。我以前总觉得你爱我就会理解我，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消耗你。顾承安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是因为你真的懂了，还是因为我不再帮你了？都有。我承认，我失去你的时候才知道你有多重要。你失去的不是我，是那个能帮你写方案、扛风险、忍亲戚、给朋友留面子，被你伤了还会自我安慰的沈南桥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做恋人也行，先做朋友，我会慢慢补偿你。赔偿可以走律师账户，感情不结算了。南桥，如果当初我没有让你吃那么差日亏，我们是不是不会走到今天？不是。如果你从第一次让我吃亏之后就真的看见我疼，我们不会走到今天。可你没有，你只是一次次发现我还能忍，所以别问如果，这一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只是终于不陪你走了。程安，你姑妈又来了，她说修车钱你必须出，都是自己人，你不能不管啊。程安，这钱你先垫。你表妹刚毕业，哪有钱？你以前当总经理，8万块对你算什么？姑妈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经理了。不是总经理也是顾家人，一家人之间哪能算那么清？你当哥哥的吃点亏怎么了？这话你们以前也对南桥说过。他一个外人，能跟你表妹比吗？可我当初告诉他，他是自己人，我让他别计较，让他委屈一下，让他别让我难做。程安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车还是要修，亲戚关系不能断。我可以借，写借条，还款时间、利息、责任都写清楚。你跟亲戚写借条？顾承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？我不是小气，我是终于知道，不写清楚就会有人把别人的付出当应该。今天起，3个项目试点贡献留痕系统，项目方案、客户沟通、风险预警、跨部门支援全部进入系统。任何人使用他人成果，必须确认署名和贡献比例。沈副总，这会不会太复杂？公司做事讲效率，什么都留痕，会不会影响团队互相信任？真正的信任不怕留痕，怕留痕的通常是想占别人便宜。沈副总年轻，做事锋利，但管理不能只讲规则，也要讲人情。人情可以讲，但不能用来吞掉别人的成果，也不能用来逼员工背锅。如果一套制度让认真做事的人安心，让习惯拿人情压人的人不舒服，那说明他有必要。
顾承安，集团决定将你调往流程整改办公室，负责历史项目管理问题梳理，不再参与核心业务决策。顾总，不对，顾经理以后调去整改办了，也算合理吧。以前多少项目都靠沈总兜着。现在规则清楚了，谁也别想随便拿别人当垫脚石。你终于不用替我开路了。江兰，你先说。这份续约方案，从客户调研到价格模型都是我做的，这是创建时间，这是客户邮件，这是我和法务的沟通记录。但昨天提交系统时，署名变成了赵总部门的刘明。我只是帮忙整理格式，赵总说一个团队不要分那么清。沈副总，这就是小事儿，年轻人刚进公司，互相帮扶很正常。江兰太敏感了，整理格式，不能整理掉作者名字。互相帮扶，也不是把别人的成果扶到自己名下。沈副总，你刚上任就拿这种小事开刀，会寒老员工的心。真正的老员工不靠抢新人功劳证明自己。这个案子就是试行制度后的第一刀，署名改回江兰，刘明取消本次项目奖励，赵启明管理体分扣减，进入季度复查。沈总，谢谢你。我本来以为我这种新人就算被抢功劳也只能忍。赵总说年轻人吃点亏才有人带，没人该靠吃亏换成长。你可以犯错，可以学习，可以被批评，但你的成果不能被拿走。可是这样会不会让您得罪赵总？我以前就是太怕得罪人，所以才让别人一次次得罪我。回去继续做项目，以后所有贡献按系统提交，你不需要求谁看见你，你要让证据替你站在那儿。明白，沈总。沈南桥这是拿你立威，以后每个员工都敢拿系统说话，那还怎么管理？他以为有秦燕撑腰就能动老规矩，太年轻。公司不是靠几张表运转的。那怎么办？他不是最爱讲规则吗？那就让规则查他。只要调查一开，他这副总位置就坐不稳。来得正好。沈副总，你敢说这套制度不是为了报复顾承安和我们这些老管理层？举报称，沈南桥副总推行贡献留痕制度，是借制度打压异己，包括顾承安、赵启明等管理者均受到针对。我不否认公司需要规则，但沈副总上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查顾承安，第二件事就是扣我管理评分。大家都知道，他和顾承安有私人恩怨，现在他又拿制度对付我，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公器私用。第一，顾承安的调查由 HR、合规、秦总共同发起，我提供的是证据，不是处理意见。第二，赵总被扣分是因为其部门存在成果署名造假。第三，新制度试行前已在集团会议通过，有会议记录和投票记录。如果你认为这叫打压，那请你解释，为什么刘明整理国事后会变成第一署人？江兰，请你说明项目署名争议。方案是我做的，客户调研、价格模型、法务沟通都有记录。刘明只帮我调过2页排版。后来赵总让我别计较，说刘玲跟他多年是自己人，项目机会给他更方便。江兰，你一个新人，别乱说话。赵总，提醒你，这是监察核常会。我承认，署名是赵总让我改的。他说沈副总那套制度刚试行，不会真查到我们头上。他说以前这种事都这么办。赵总，你还有补充吗？我只是想培养老员工。培养老员工不该偷新员工的成果。你真正不满的不是我打压你，是制度让你不能再随便牺牲别人。举报沈总，结果自己翻车了。这制度真有用，以后谁还敢随便抢成果？沈南桥，你得罪这么多人，迟早会摔下来。我以前怕摔，所以一直让。
后来才知道，不往上走的人也会被人踩。赵总，我宁愿站着摔，也不想跪着稳。恭喜，第一波反扑压住了。不是压住，是让他们看见这套制度不是口号。进来吧。这是赔偿清单，化妆品43600，手机维修6200，朋友聚会那次你垫过的车费和武功我也算进去了，一共51800，钱已经转到唐律师指定账户。金额对，备注也写了财产损失赔偿，不是赠与，不是和解条件。现在连备注都要写这么清楚了。是，因为以前你总喜欢把赔偿说成补偿，补偿可以拖，赔偿必须清。南桥，对不起，以前我总说回头补给你，可我从来没有真的补过，我只是觉得你还会忍。赔偿我收，道歉我听到了，但这不代表我们之间还能回去。我知道。南桥，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以前每次我让你吃亏，我都觉得那是因为你离我最近。我以为亲密就是不用计较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我不是不计较，我是只要你别计较。你现在明白这些是好事，但不是为了让我回头。那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？不能。朋友之间也需要信任，而我对你的信任已经用完了。顾晨安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想再给你靠近我的机会。那我祝你越来越好。谢谢，也希望你以后别再把别人当成可以牺牲的自己人。顾晨安来道歉，来赔偿。有什么区别？道歉是他说，赔偿是他做。我现在更看重后者。年度大会上，你要正式汇报贡献留痕制度的试点成果。赵启明那批老管理层还会发难，他们觉得这套制度削弱了管理权。我知道了，不是削弱管理权，是削弱他们随便牺牲别人的权利。年度大会，我会让他们看清楚，公平不是拖慢公司，不公平才是。沈副总，我认为你的制度正在破坏公司的老传统。沈副总，我承认试点有些效果，但恒越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不只是冷冰冰的系统，靠的是老员工带新人，靠的是团队互相补位，靠的是人情。你现在什么都要留痕，什么都要算清楚，以后谁还敢主动帮忙？公司不是法院，管理也不能只讲证据。年轻人吃点亏，老人带一带，这就是传统。你把这种传统都打碎了，团队还怎么有温度？赵总，你说的传统是谁吃亏？新人吃亏，能干的人吃亏，不敢得罪主管的人吃亏，最后公司也吃亏。江兰，你愿意说几句吗？我以前以为刚进公司就该吃亏，方案被拿走，我也不敢说，因为赵总说年轻人要懂事。可是沈副总让我明白，懂事不是把自己的成果送出去。我的项目署名改回来后，客户直接找我沟通，那一单续约我做成了。我不是反对人情，我反对用人情压规则。我不是反对老人带新人，我反对老人抢新人功劳。我不是反对自己人互相帮助，我反对把自己人当成最容易牺牲的人。真正有温度的团队，不是让弱势的人闭嘴，是让做事的人敢说话。沈南桥副总推行的贡献留痕制度试点成绩明确，从下季度起扩大至集团所有事业部，同时成立集团公平绩效委员会，由沈南桥负责。沈副总，还有什么补充？我只补充一句，公司里的自己人，不该是被牺牲的人，而该是最值得被公平对待的人。
你姑妈说修车前你必须再想办法，都是一家人，别写什么借条了。亲情也要有边界，这钱要借条，没有借条，我不出。顾承安，你确定？基层项目组没有管理权限，你要从项目执行专员做起，工资也会降。确定。你以前是事业部总经理，落差会很大。以前我总觉得职位就是能力，后来才知道我很多能力是别人替我撑出来的。我想重新学怎么做项目，不是靠人情，不是靠压别人，从最基础的流程开始。沈副总不会因为你这样做就改变对你的评价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做给他看的，是我不想再做以前那种人。我会按流程提交。谢谢。顾总，顾经理，以后别再拿别人的东西往上爬。你也是。顾承安申请去基层项目组，他这是真悔改，还是又想演给你看？不重要，他是真的改，受益的是他自己；他是演，也影响不了我。我不会再因为他变好或者变坏，改变我的路。这话我爱听。那赔偿款到了，顾家那边也没再闹，你这段狗血感情算正式翻篇啊？翻篇了，但不是忘了，我只是不会再把那段经历当成羞耻。他提醒我，爱别人之前，先别把自己交出去。敬沈副总。沈总，海城客户追加项目确认了，他们指定由您的团队统筹。这才是真正的翻篇礼物。不是礼物，是结果。我不是来求你，只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申请去基层项目组了。听说了。以前我总觉得我在上面就能看清全局，其实我连身边的人被我踩疼了都不知道。以后我会学着按规则做事。那很好。南乔，你以后会幸福吗？会，但不是靠谁给，是我自己走出来。我明白了。再见，顾承安。这一年，很多人问我，把功劳、责任、流程都写清楚，会不会让公司变冷？今天结果已经证明，规则不会让公司变冷，不公平才会让人寒心。我们不反对互相帮助，但帮助不该变成无偿背锅。我们不反对新人获得机会，但机会不该建立在掠夺别人成果上。我们更不反对自己人，只是从今天起，恒越对自己人有新的定义。沈副总，今天这场够漂亮，以后谁还敢拿自己人压员工，估计都得先想想你。制度能吓住一部分人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让被欺负的人知道，自己可以说不。董事会刚通过新决议，公平绩效体系会成为恒越集团标准管理模块。你要负责全国分部推广，恭喜，又升工作量。工作量至少会署我的名。沈总，这是基层项目组递上来的风险预警，署名是顾承安。要特别处理吗？按流程走，做得对就按制度奖励，做错了也按制度处理。现在的恒越不需要谁特殊。我曾经以为爱一个人就是多让一点，后来才明白，如果每次都只有我让，那不是爱，
是消耗。真正的自己人答得不错，不会拿你的未来做人情，也不会用你的委屈换自己的体面。从我开始争取自己的那一刻，有些关系就结束了，但我的人生也从那一刻真正开始。